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女主角小玲吧。小玲是北京一个富裕家庭的独生女，父母都是大型国企的高管，家里条件那叫一个好。从小锦衣玉食，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出门打车、逛街随手刷卡，完全不需要考虑价格。这样的生活环境塑造了小玲大方、爽快的性格，花钱从来不眨眼。哎呀，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省着干嘛？又不能带进棺材。这是小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玲的爸妈特别疼她，从小到大都是把最好的给她。大学毕业后，小玲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薪水不菲，再加上父母时不时的零花钱，生活那叫一个滋润。而我们的男主角阿明是台湾台北人，在一家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家境算中上，但绝对比不上小玲家。阿明从小受到台湾传统家庭教育，特别注重储蓄和理财规划，做事情都很有计划性，花钱也是精打细算，钱要花在刀口上是阿明的人生信条。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呢？原来是小玲公司的一个项目需要跟台湾那边合作，小玲作为项目负责人飞到台北出差。在一次商务会议上，小玲遇到了作为技术顾问的阿明，第一次见面，小玲就被阿明的儒雅和温文尔雅所吸引，而阿明也被小玲的活泼开朗和爽快直率所打动，两人聊得很投机，交换了联系方式。之后的日子里，两人开始了跨海视频聊天，慢慢的，这种工作上的交流发展成了私人感情。阿明经常会飞到北京见小玲，而小玲也会趁周末飞去台北找阿明。哎呀，我跟你说，那个阿明真的是太有礼貌了，见面必定带礼物，说话温温柔柔的，一点都没有大陆男生那种大大咧咧的感觉。小玲对闺蜜这样形容阿明，但是问题也在约会中慢慢显现出来。小玲习惯了在高档餐厅吃饭，购物也是大牌不离手，而阿明却总是选择性价比高的餐厅，购物也会货比三家，看到折扣才会出手。有一次，小玲看中了一个名牌包包，打算刷卡购买，阿明却皱着眉头说，这个包包功能跟你上个月买的那个差不多，而且价格这么贵，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啊？小玲当时就不高兴了，就是喜欢吗？再说了，我用自己的钱买，干嘛还要考虑那么多？阿明没再说什么，但小玲明显感觉到了两人消费观念的差异。尽管如此，两人的感情还是日渐加深。交往1年多后，阿明向小玲求婚了，小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她的父母却强烈反对。嫁到台湾去，那么远，而且台湾人不是很小气吗？你这么大手大脚的，怎么适应那边的生活？小玲妈妈担忧地说，就是啊，你看看他来北京，从来不住5星级酒店，吃饭也不去什么高档餐厅，这样的人怎么能给你幸福？小玲爸爸也附和道。小玲为此跟父母大吵了一架，你们这是刻板印象，台湾社会很发达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穷。阿明只是消费观念不同而已，他很节约，但不代表他小气。小玲的父母虽然不太情愿，但看到女儿态度坚决，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婚礼在台北举行，虽然没有北京那种动辄上百桌的排场，但布置得非常温馨雅致。小玲的父母看到台北的繁华程度，以及阿明家人的热情款待，态度也软化了不少。哎呀，台北其实挺好的嘛，街道干净，人也有礼貌，商场里的东西也不比北京少。小玲妈妈惊讶地说。婚后，小玲和阿明在台北安了家，新婚生活刚开始，小玲还沉浸在甜蜜中，但很快，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就开始显现出来。首先是购物方面，小玲习惯了想买就买，而阿明则会仔细比较价格，甚至为了一点小小的折扣，愿意多走几家店，这让习惯了买的小玲非常不适应。亲爱的，这个牌子的洗发水在隔壁那家店打8折，我们等会儿去那边买吧。阿明说，就差那几十块钱，至于吗？我们现在就在这家店，直接买不就好了？小玲不解地问。阿明笑了笑，省下来的钱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啊。吃饭也是一个问题，小玲喜欢尝试各种餐厅，而阿明则更喜欢在家做饭。
觉得既健康又省钱。今天我想去试试那家新开的法式餐厅。小玲兴奋地说，那家餐厅一顿饭要2、3千，我们在家做一样的菜，可能只需要300-400。阿明回答，可是在家做哪有外面的氛围啊？而且整天做饭多累啊。小玲撅着嘴说。最让小玲受不了的是阿明对家庭开支的精细记录。阿明有一个记账本，每一笔支出都要详细记录，每个月还要做收支分析。哎呀，烦不烦啊？买个菜也要记账，我们又不是揭不开锅了。小玲抱怨道。阿明耐心解释，这不是怕揭不开锅，而是要清楚钱花在哪里，这样才能更好的规划未来啊。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玲越来越受不了这种精打细算的生活。有一次，她想买一条名牌连衣裙，阿明不仅没有表示支持，还建议她等打折季再买。小玲当场就爆发了：“你就是小气！台湾男人都这么小气吗？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生活毫无乐趣可言。我在北京的时候，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用看价格。”小玲气呼呼地说。阿明被他这一番话弄得有些伤心。你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是小气，而是珍惜每一分钱，因为这是我们的劳动成果。这场争吵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小玲开始怀念起北京的生活，甚至萌生了回国的念头。就在这时，小玲意外怀孕了。面对即将出生的宝宝，两人暂时搁置了分歧，开始筹备婴儿用品。但在购买婴儿用品的过程中，两人又起了分歧。小玲想给宝宝买最好的，而阿明则认为很多婴儿用品用不了多久就不能用了，没必要买太贵的。我们的孩子当然要用最好的。小玲坚持，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要买性价比高的。阿明同样坚持。两人为此争吵不断，关系降到了冰点。小玲甚至打电话向父母倾诉，说自己嫁给了一个铁公鸡，日子过得很不开心。小玲父母听了，更加确信自己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劝女儿带着孩子回北京。正当小玲考虑是否要结束这段婚姻时，一件事情改变了她的看法。那天，阿明的笔记本电脑不小心被小玲打开了，他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是阿明这几年来的理财记录。小玲出于好奇点开看了看，发现阿明不仅记录了每一笔支出，还有一个详细的家庭财务规划。让小玲惊讶的是，在这个规划中，阿明为他们的未来做了周密的安排，孩子的教育基金，夫妻俩的养老金，一笔专门用于环游世界的旅行基金，甚至还有一笔资金是专门留给小玲想买就买的购物预算。小玲继续往下看，发现阿明每个月都会定期投资一部分钱，而且收益相当可观。这些年来，阿明通过精打细算和合理投资，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更让小玲感动的是，阿明在文件中写道，小玲喜欢购物，虽然我认为很多消费是不必要的，但这是她的生活方式，我应该尊重。我计划再过2年，等投资收益达到预期目标，就可以给她一个惊喜，让她像在北京时一样无忧无虑的购物。看到这里，小玲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原来阿明所有的节约和计划都是为了给他和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不是小气，而是有远见，是真正为家庭着想的男人。原来省钱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花钱。小玲喃喃自语。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小玲对阿明的看法，也让她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观念。她突然明白，大陆和台湾在消费文化上的差异，其实反映了不同的生活哲学。阿明回来后，小玲主动向他道歉，并坦诚了自己看到财务规划的事情。阿明先是有些不好意思，然后解释道：“我知道你习惯了随心所欲的购物方式，我不想限制你，但也希望能给我们的家庭和孩子创造更有保障的未来。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小气，而是负责任。”小玲深情地看着阿明说：“我以后也会学着更理性的消费。”从那以后，小玲开始慢慢适应台湾的生活方式，也学着记账和规划开支。她发现理性消费不仅没有降低生活质量，反而让她更加珍惜每一次购物体验，更懂得花钱的意义。哇，
原来省钱也可以很有趣，比价等折扣，积分换购就像一场游戏。小玲兴奋地对阿明说。阿明笑着回答，这就是台湾人的精打细算，不是因为小气，而是一种生活智慧。小玲也开始发现台湾社会的很多优点，公共设施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健全，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虽然没有北京那样的繁华和快节奏，但生活品质其实很高。台湾社会真的很发达，只是发展方向和价值观与大陆有些不同。大陆更崇尚显性的成功和财富，而台湾则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可持续发展。小玲在给北京闺蜜的信中这样写道，小玲的父母来台北探望她时，看到女儿幸福的生活，也彻底放下了对台湾女婿的偏见。看来台湾男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小气啊。小玲妈妈感叹道，他们只是有不同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啊，阿明确实是个顾家的好男人，小玲爸爸也不得不承认。小玲摸着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幸福地笑了。我曾经以为台湾男人很小气，嫁来台湾会很委屈，现在才发现，阿明的节约和规划是为了给我和孩子更好的生活。这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孩子出生后，小玲更加体会到了阿明的精打细算带来的好处。在台北，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成本并不低，但由于阿明一直以来的合理规划，他们不仅有足够的积蓄应对各种开支，还能给孩子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你看，我们提前为孩子储备的教育基金已经有了不少收益，将来孩子上大学完全不用担心学费问题。阿明骄傲地向小玲展示着投资账户，小玲感慨万千，要是在北京，可能我们只顾着眼前享受，哪会想那么远。随着时间推移，小玲逐渐发现台湾和大陆在生活理念上的本质差异。在大陆，特别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人们崇尚显摆式消费，买名牌，住豪宅，开豪车，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在台湾，人们更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即使是有钱人也不会盲目追求奢侈品。有一次，小玲在台北街头偶遇一位据说身价上亿的台湾企业家，对方却开着一辆普通的丰田车，穿着简单的休闲装，完全看不出是个富豪。台湾人不太喜欢张扬，有钱也不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阿明解释道，真正的品质生活是内在的满足感，而不是外在的炫耀。这让小玲想起了在北京时，周围的朋友们几乎都是月光族，每月工资刚发就花光，为了跟风买最新款的手机或包包，甚至不惜负债。而现在看来，那种生活方式确实有些盲目和浮躁。其实台湾社会的经济水平一点也不比大陆差，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小玲对前来台北游玩的大陆朋友说，这里的人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物质和表面繁华。小玲的北京朋友初来台北时也有类似的误解，台北的建筑看起来没有北京那么气派，是不是经济不太好啊？小玲笑着回答，你去看看他们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就知道这里的发展程度了。台北人不把钱花在表面的建筑上，而是用在提高生活品质的地方。在台北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小玲观察到台湾人的消费观念与大陆有很大不同。台湾人喜欢慢生活，讲究精致和品质，而非追求数量和规模。即使是日常购物，台湾人也愿意花时间研究产品的实用性和耐用度，而不仅仅看品牌和价格。在大陆，人们追求的是快和新，总想着赶潮流、赶时尚；而在台湾，人们更在意好和久，宁愿多花时间挑选一件能用很久的物品。小玲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这样总结道，这种生活态度也体现在饮食上。在北京，小玲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经常叫外卖或者在高档餐厅匆匆用餐。而在台北，人们更喜欢自己下厨，享受烹饪的过程，即使出门吃饭也会花时间慢慢品尝。阿明的妈妈教会了小玲很多台湾家常菜的做法，小玲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也爱上了下厨的感觉。在家做饭不仅省钱，而且更健康，还能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小玲兴奋地告诉北京的闺蜜，以前觉得做饭是件麻烦事，
现在才明白这其实是种享受。让小玲印象深刻的还有台湾人对环保的重视，垃圾分类、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节约用水用电，这些在台湾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刚开始，小玲觉得这些做法太麻烦，但慢慢的，她也养成了环保意识。其实，台湾人的节约不仅仅是为了省钱，更是一种对资源的珍惜和对环境的尊重。小玲感叹道。阿明的家人也非常欢迎这个来自大陆的儿媳妇，尽管最初有些担心文化差异会造成矛盾，但小玲的适应能力和学习精神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小玲真是个好女孩，虽然从小娇生惯养，但一点也不任性，很愿意融入我们台湾的生活方式。阿明妈妈对亲戚们这样评价。小玲也渐渐发现，台湾人的人情未比想象中浓厚，邻居之间互相照应，亲友之间经常聚会，社区活动丰富多彩。在北京，小玲住了几年的小区，连邻居是谁都不清楚；而在台北，搬来不到1个月，附近的邻居就都认识了，还经常互相串门。台湾社会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像大陆那样强调个人奋斗和竞争。小玲在给父母的电话中说，在这里生活节奏慢一些，但人际关系更温暖。当然，小玲也会想念北京的一些东西，24小时营业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深夜的街头小吃，以及那种无处不在的活力和机遇。但她也明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大陆和台湾就像是2种不同的生活哲学，各有千秋。大陆更追求发展和变化，台湾则更注重稳定和品质。小玲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一晃3年过去了，小玲和阿明的孩子已经会跑会跳，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阿明的事业也有了更大的发展，他所在的科技公司拓展了大陆市场。阿明因为有小玲这个大陆通在身边，成为了公司与大陆客户沟通的重要桥梁。要不是你嫁给我，我哪能这么顺利的拿下这些大陆客户啊？阿明感激地对小玲说。小玲笑着回应，要不是你让我明白了节约的意义，我现在可能还是那个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富家女呢。2人的感情因为相互理解和包容而更加深厚。阿明明白了小玲偶尔奢侈一把的心情，小玲也理解了阿明精打细算背后的良苦用心。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关键是找到平衡点。小玲在朋友聚会上分享到，阿明教会了我如何理性消费，我则带给他一些生活的乐趣和新鲜感。小玲的父母也经常来台北看望女儿和外孙，看到女儿过得幸福，他们对台湾女婿的看法彻底改变了。阿明真是个好女婿，顾家有责任心，还很有事业心。小玲爸爸逢人就夸，比起那些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大陆男孩，阿明确实更有远见。小玲的变化也影响了他在北京的朋友们。通过小玲的分享，他们对台湾的印象从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变成了生活品质高、社会发达、成熟。你们知道吗？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特别完善，看病很方便，而且不贵。孩子的教育资源也很丰富，根本不用花大价钱上补习班。小玲在微信群里这样向朋友们介绍台湾的生活。几年的台湾生活让小玲对财富和幸福有了新的理解。财富不仅仅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还包括健康、家庭、友情、生活品质等多个方面。幸福也不仅仅来自物质满足，更来自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我以前以为幸福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幸福是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爱你的人，过有质量的生活。小玲在结婚5周年的时候这样感慨。阿明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结婚纪念礼物，一个装满现金的红包，这是我们这几年省下来的一部分钱，专门留给你去北京血拼用的。阿明笑着说，你已经学会了理性消费，偶尔任性一把也无妨。小玲接过红包，眼眶湿润了。我已经不需要这样了，能和你一起平平静静的生活，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不过，小玲还是收下了这份礼物，并决定用这笔钱带阿明和孩子去北京旅行，让他们体验一下大陆的风土人情。
我想让你们看看我成长的地方，也让北京的亲友们看看我幸福的家庭。小玲对阿明说。旅行中，阿明和孩子被北京的气派和繁华所震撼，而小玲则更加珍惜台北的宁静和舒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美，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回台北的飞机上，小玲这样总结道：5年后，小玲和阿明迎来了他们的第2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如今的小玲已经完全适应了台北的生活，甚至在当地开了一家名为两岸风情的小店，专门销售大陆和台湾的特色商品，成为了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小小窗口。没想到我这个曾经只会花钱的北京姑娘，现在也成了一个小老板。小玲常常笑着对顾客说，她的店铺很受欢迎，不仅吸引了很多台湾本地人，也成为了大陆游客来台北的必访之地。许多人是冲着小玲的故事来的，想亲眼看看这位从大手大脚变成精打细算的北京姑娘。小玲的变化不仅仅是在消费观念上，这些年来，她也深刻地理解了台湾社会的很多优点，环保意识、公民素养、邻里互助的精神，这些都成为了她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价值观。而阿明也在小玲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开放和大方。他不再为每一分钱斤斤计较，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及时行乐。两人找到了消费习惯的完美平衡点，既不浪费，也不委屈自己。结婚10周年纪念日那天，阿明居然带我去了台北最贵的米其林3星餐厅。小玲兴奋地跟闺蜜视频通话，你知道以前她多舍不得去那种地方。闺蜜笑着说，看来你们2个都在变化。你学会了节约，他学会了享受。小玲点点头，这就是婚姻的奇妙之处吧。2个人在相互影响中找到彼此的最佳状态。阿明的事业也在蒸蒸日上，由于他精通两岸市场，公司委派他负责了大陆业务拓展，经常需要往返于台北和北京之间。每次阿明去北京，小玲都会给他列一张购物清单，让他带一些北京的特产回来。以前我总觉得北京什么都好，台北处处不如意，现在我反而会想念台北的宁静和秩序，觉得北京太喧嚣了。小玲感慨道，人真的会变。小玲的父母也老了，考虑到2位老人的年龄，小玲和阿明商量后，决定在北京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并且每年安排他们来台北住几个月，也让孩子们有更多机会陪伴外公外婆。现在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阿明当初那么注重储蓄和规划了。小玲对父母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见，我们现在哪有能力给你们买房子，让你们安享晚年。小玲的父母看着女儿的变化，也不禁感慨，你嫁到台湾是对的，阿明确实是个好男人，我们当初有眼无珠，差点误了你的终身幸福。小玲和阿明的故事也在两岸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跨海恋情中的情侣向他们请教经验。小玲甚至开始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两岸生活体验，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生活博主。两岸文化有差异，但并不冲突，关键是相互理解和包容，这是小玲常说的一句话。有一次，一位刚嫁到台湾的大陆姑娘找到小玲，抱怨自己的台湾老公太过节俭，生活毫无乐趣。小玲笑着安慰她，别着急下结论，先了解一下她的想法。我当初也以为阿明是小气，结果发现他是真正为家庭着想的人。在小玲的建议下，那位姑娘和丈夫进行了深入沟通，最终也找到了适合2人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小玲发现越来越多的大陆年轻人开始注重理财和规划，不再盲目追求奢侈品，而台湾的年轻人也变得更加开放和创新，不再那么保守和固守传统。两岸的差异似乎在慢慢缩小。在孩子们的教育上，小玲和阿明达成了共识，既要有台湾教育的踏实和全面，也要有大陆教育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的大儿子已经上小学了，不仅成绩优异，也很有礼貌和公民意识，是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的好孩子。看着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小玲常常这样感慨，10年的婚姻生活，小玲从一个只会花钱的富家女，变成了一个懂得理财、经营家庭的成熟女性。
阿明也从一个过于节俭的工程师变成了一个既务实又不失浪漫的丈夫。两人的故事成为了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生动例证。在他们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那天，阿明送给小玲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本厚厚的相册，记录了他们这10年来的点点滴滴。从初次见面的商务会议，到轰轰烈烈的婚礼，再到孩子们的出生和成长，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翻看着相册，小玲不禁热泪盈眶。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啊，是金钱买不到的幸福时光。阿明紧紧搂着妻子，未来还有更多美好等着我们去创造。我们的爱就像两岸的海峡，看似有距离，实则紧密相连。丽姐的声音再次响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玲和阿明的故事讲完了。他们的跨海婚姻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力量，也看到了文化交融的美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就能创造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轻易给他人贴标签，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彼此的不同。我是丽姐，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